期待已久的漫威超级英雄月光骑士他来了。男主每晚睡觉都要往地上撒下沙子，用胶布粘住门缝，还要在门上装2把门锁，最后再铐上脚链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控制他的身体。可他再次睁眼，发现自己在草地上醒来，嘴巴还脱了臼。他把嘴巴掰了回来。他爬起身，发现一片村落，耳边却响起一个声音 ：“Go back to sleep, worm. Hello? You'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.” Yep, I completely agree. Where are you? Surrender the body to Mark. 接着，男主发现口袋里有一个金疙瘩，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，一转身却发现一个城楼，还和楼上的人打了个招呼。可下一秒 Don't just stand there. Run! 他跑进了村庄，混进了人群里。这时，一个男人出现，村民们好像都十分尊敬他，纷纷为他让出一条路。而男人像是在举行神秘仪式似的，随着手臂上的天平变成红色，老太当场失去生命。这时，追兵向男人报告说，男主混在人群之中。突然，男主看着尸体走了神，被当场抓住。Mercenary. 男主解释自己不是雇佣兵，是礼品售货员。可男人让他交出圣甲虫。男人掏出金疙瘩，刚要给他， You will give him nothing. 可身体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。 I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return that. 男主拍了拍手，一根一根地掰着手指，好不容易掰开手指换到另一只手上。突然， I will not ask again. I didn't do that on purpose. 男主转了个身，下一秒，男主的脚也不受控制了，几个壮汉把他拦住。就这样，男主被几人拖走。一个男人突然冲出来抢走金疙瘩的瞬间，男主被强制下线。等他再次回来，发现身边的人都倒下了。他看着手中的圣甲虫，知道大事不妙，因为他惹怒了教主，被一群教徒围住。还好抢到了一辆小卡车，就逃离了这里。然而卡车速度有点慢，追兵很快就追上了，敌人一下就来到车上。史蒂文用弹刀攻击，却被按住，他很快就陷入危险。突然他又转眼间敌人都被他消灭了。随后几次都是在面临危险时突然卡壳，像是被某种强大力量附身一样，危险都会迎刃而解。然而这次醒来，他发现自己正倒着开车，等他把车摆正，却发现车坏了，敌人已经来到他面前，他只能举手投降。然而下一秒，山上滚下许多木木，史蒂文也惊醒了。他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，像平常一样和金鱼聊天，却惊讶地发现金鱼多了一个鱼鳍。他气愤地找老板理论，可老板只觉得他有病。不过男主确实是有精神病的。突然他看着时间，想起自己还有个约会，他回家换上帅气的西装，来到了约会地点。奇怪的是，明明和女同事约好周5见面，可是等了一个晚上，同事还没有出现。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询问。 2 days ago. What? I thought we said Friday. Today. Right. Welcome to Sunday. 2天的记忆凭空消失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然而他在家里发现了桌子移动过的痕迹，看到了一块松动的木板。史蒂文掏出一个钥匙和一部手机，手机上全是同一个人的未接来电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起，电话那头在问男人为何不接电话。 Sorry. Who do you think I am? What do you mean who? What's wrong with you, Mark? 还没等史蒂文问清楚马克是谁，电话就挂断了。突然他听到房间居然有人在叫他的名字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影。接着灯光开始闪烁，他慌张地跑出门，坐上电梯就要离开。可是电梯门居然自动打开，迎面走来的是一个木乃伊怪物。史蒂文害怕地坐在地上，然而进来的却是邻居老太太。为了缓解尴尬，史蒂文说自己在找隐形眼镜。 Hope you find it. 很快老太太走出电梯，史蒂文还以为刚才只是幻觉，可下一秒，他竟出现在公交车上，还发现那个木乃伊怪物在盯着他。史蒂文来到博物馆，想让保安帮忙拦住后面可疑的人，可是保安却不想理他。史蒂文只好悄悄进入，没想到教主竟出现在他面前，和他讲述了一堆埃及时期发生的事，还为他做了一场测试。随着天平不停地摇晃，得知史蒂文体内的力量十分混乱，迟早会让史蒂文变成一具尸骨。史蒂文听后被吓跑。到了晚上，他被一只怪物袭击，危机时刻，他躲进了洗手间。然而镜子中的史蒂文开口说话。 I can't have you fighting me this time. You need to give me control. You understand? 眼看着怪物就要进来，史蒂文同意了附身。月光骑士也终于登场，他暴揍着怪物。第2天，男主又在床上醒来，仿佛昨晚的怪物就是一场梦。为了证明事情是真实存在，他来到博物馆，而这里已经拉上封条，在监控中真的看到了他的身影。奇怪的是，却没有看到有怪物在追他。直到他在监控中再次出现，史蒂文知道这并不是自己，可是由于破坏公物，他被博物馆开除了。接着他根据之前找到的钥匙来到储物公司，没想到店员竟然认识自己。 I know you. Number 43, right? I never forget a face.
史蒂文来到了储物仓，他发现这里摆放着生活物品。他打开黑色袋子，却发现了一把枪，他小心放在一旁。接着发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钱，还有一本有着他相片的护照。Mark Spector. 他还在震惊时，又发现了一个宝贝，然后从包里掏出了圣甲虫。 Real. It's totally real. 他好奇地打开圣甲虫，以为它是指南针。突然， Stephen, I need you to listen to me very carefully. Oh. There it is. Here it comes. Hello, man in the mirror. I was wondering if you'd pop up again. 镜子中的人告诉马克，他是埃及月亮之神的使者。他还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，要史蒂文把身体交给他。可是史蒂文却觉得十分荒谬。他为了不让自己再伤害其他人，竟然想拿着这袋违禁品去自首，把自己关进监狱。然而刚走出门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他靠近。他害怕地跑到了外面，却不小心摔倒。 Mark? Where have you been? 随后，史蒂文让女人带他回到家里。他告诉女人自己叫史蒂文，可是女人却不相信。史蒂文无法解释，提出让女人看看自己的发现，却被马克阻止。 You're gonna get her killed. You hear me? Most interesting is what? You show her that scarab. You're responsible when they come after her. Nothing. 然而女人一把将他推开，他在包里发现了圣甲虫，显得十分生气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找上了门，他们一进来就搜家。女人躲在屋外没被发现，而史蒂文因为携带假护照被他们带走。奇怪的是，他们竟然没有去警察局，而是把他带到了教主面前。前不久，教主还想哄骗男主交出圣甲虫，他还说自己是上任月光骑士，当时是叫复仇之拳，专门负责制裁坏人。可他觉得月亮之神对坏人的制裁来得太迟，所以他背叛了月神，转而开始相信名为阿米特的怪物，因为阿米特会在坏人犯罪前就将其制裁。他想让史蒂文交出圣甲虫复活阿米特，然而圣甲虫却不在史蒂文身上。教主拿出富有神力的拐杖威胁他。 I need to know where is the scarab. 突然，女人拿着圣甲虫出现，女人把圣甲虫交给史蒂文，并让他召唤圣装。史蒂文却不知道女人在说什么，同时这也惹怒了教主。他用拐杖敲击地面后，召唤出怪物，怪物不停地在撞动。女人让他赶紧召唤出圣装，而马克也要求控制身体。他俩的声音让史蒂文精神恍惚。就在史蒂文接近崩溃时，怪物破门而入，而女人却看不见他。下一秒，怪物将他扑出窗外。可惜帅不过3秒。可是史蒂文成功召唤出了圣装，还没等他好好欣赏，就被扔了出来。他狼狈的样子被女人看到，然而在女人的视角里看不到怪物。眼看着史蒂文被控制，女人捡起玻璃瓶砸向怪物，结果怪物连他一起打。史蒂文刚爬起身，又被怪物推倒。后面经过几次打斗，史蒂文再次被打倒。马克看不下去了，想让史蒂文把身体交给他控制，可是一生要强的史蒂文拒绝了。他边跳边吸引着怪物，这次他居然成功打了怪物一拳。可还没等他嘚瑟多久，怪物又一脚将他踹飞。眼看就要牵扯到周围的人，他同意把身体交给了马克。月光骑士再次登场，他先要将怪物引开。他奔跑在月亮之下，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，马上接近目标地点，突然一跃而起。等月光骑士再次起身，怪物彻底消失。接着他就解除了圣衣。马克发现圣甲虫并不在身上，然而他已经被教主从流浪汉手中拿走。史蒂文在镜子中责怪马克毁了他的人生，马克却说他做完最后一个任务就把身体还给史蒂文，可史蒂文却根本不听，两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。这时，月亮之神出现，告诉马克教主已经拿到了圣甲虫。马克想要追回他，就要抢先赶到阿米特的陵墓。接下来，身体都会交由马克控制，这意味着属于月光骑士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马克来到埃及，为了打听教主的下落，他要逼问教主的手下，和他们扭打在一起。眼看着就要刀了男人，然而史蒂文阻止了他。突然，马克进入了晕眩，醒来却发现自己出现在出租车上。显然，刚刚是史蒂文控制了身体，下一秒看到了那两个手下，那两人见到马克就跑，马克也追了上去。很快，马克就抓住其中一个，正逼问他教主的位置。突然，史蒂文又打断了他。That's enough. 马克被他们打倒，接着又进入眩晕。醒来发现自己居然把人刀了，看着倒地的尸体，他俩都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还好还有一个活口。马克问他墓穴在哪，可他显然不会说。 Take him to the ledge. It's just a kid. You talk. 然而马克把他带到悬崖边上时，他二话不说割断了围巾，结束了生命。
而这边教主哈罗有圣甲虫指路，找到了阿米特的位置。为了阻止哈罗，月神孔苏想到一个坏主意。只见他拐杖一动，瞬间消失。他要向众神发出集结信号。天空慢慢暗了下来。马克进入传送门，来到金字塔内部，这里是9柱神集结的地点。很快，众神的化身已经到来。In attendance, Horus, Isis, Tefnut, Osiris, and Hathor, to hear the account of Khonshu. 孔苏想以释放阿米特的罪行审判哈罗，接着哈罗被传唤了过来，没想到哈罗反咬一口把罪名推回给孔苏，还说孔苏和他的化身都精神错乱了。How do you mean? 哈罗说孔苏的化身有2个名字，还经常自言自语。I have no idea how many personalities he must possess. The man is clearly insane. We will not tolerate violence in this chamber. 接着审判结束，哈罗被判了无罪。结束后，一个女人找到马克，她告诉马克，要想找到阿米特埋葬的地方，必须要找到一个守卫者的石棺。可是石棺被盗走卖到了黑市，但马克在黑市没找到石棺，却遇到妻子劳拉，而劳拉知道石棺被一个男人买走了。劳拉带马克见到了男人，他们成功看到石棺上的线索。由于停留的时间太久，他们被当成了小偷。然而哈罗也来到这里，他提出用圣甲虫和男人交换石棺，还顺便挑拨了马克和劳拉的关系。接着他展示了手中的神杖，念起了咒语。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Hemera! That's just a taste of the godly power I offer. 哈罗成功摧毁石棺，准备离开，马克瞬间消失，而月光骑士闪亮登场。月光骑士扔出月刃，接着再来个帅气登场，轻松解决敌人。可是更多的敌人向他们靠近，劳拉及时躲进了马克的战俘里。Back in the net. 马克挥动战斧，将所有子弹给弹了回去，接着扔出月刃。而劳拉来到石棺，拿到了线索，可是却被老黑堵在了门口。而马克一个100米冲刺撞翻敌人，接着一个飞刃所向披靡。然而这种表现的机会怎么少得了史蒂文？ Give me the body mark! 一个卡壳史蒂文登场。他提倡和平解决问题，可敌人根本不听，他只好把控制交回给马克。可是马克也受到重创，此时劳拉被男人一棍打倒，马克眼看着妻子受伤，他怒了，站起来瞬间解决几人。此时男人奔向劳拉，马克一个飞扑将他救起来，再反手一个月刃干掉男人。可是来不及休息，他们要赶紧寻找阿米特的陵墓。马克看着碎布线索束手无策，然而史蒂文对埃及历史十分了解，无奈马克把身体交给了史蒂文。史蒂文很快用碎布拼出了一个五角星，五角星上出现一个星座。劳拉提出用3角测量法把星星转换成坐标，就可以知道墓穴的位置。然而史蒂文说这是2000年前做的标记，星星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，测出的位置会不准确。想要准确得知墓穴的位置，除非能准确的知道那一天天空的样子。突然孔苏说自己身为月神记得每一天的夜晚，接着他就要还原当时的夜晚，天空随着他们手的挥动不停更换。直到找到当时做标记的夜晚，而此时众神得知了孔苏违反了规定，他们开始施法阻止。还好劳拉成功找到了墓穴的位置，而孔苏被囚禁了起来。史蒂文失去力量也陷入昏迷，而哈罗的追兵赶到，劳拉躲进了塔车里，追兵只发现了史蒂文。劳拉看着一旁的燃烧棒，想到了个好主意，他点着燃烧棒吸引了他们注意。等他们靠近时，人却不见了。突然劳拉从后面将燃烧棒扔到了他们车上。这一幕恰好惊呆了刚醒来的史蒂文。两人在赶往阿米特墓穴的路上，史蒂文不同意马克控制身体，劳拉也无奈同意。I mean, suit was his best feature, wasn't it? Didn't even have that anymore. 很快他们来到目的地，营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哈罗他们已经进入墓穴。下去墓穴前，史蒂文告诉劳拉马克疏远他的原因，还顺便让马克头上戴了点绿。劳拉先下到了墓穴，而史蒂文是被自己打下来的。很快他们发现这个墓穴就像迷宫，有6条路。史蒂文画出了荷鲁斯之眼，找到了通往阿米特陵墓的路。可在路上他们听到了枪声。What are you shooting at? Hide. 怪物出现在劳拉后面，他马上就要发现劳拉，可楼上的史蒂文发出了声音。就在怪物快要爬上来时，劳拉制造响声吸引了他。
可怪物发现逃跑的劳拉，下一秒，史蒂文从另一边走了。然而劳拉前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，他只能沿着边缘慢慢走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伸了出来，他被吓得差点掉下去。他刚站起身来，然而下一秒，怪物抓住劳拉，把他带到了另外一边。劳拉想反抗，却被他按在悬崖的边缘。然而劳拉扯下他的面具进行反击，可是怪物根本不痛。危机时刻，劳拉拿出燃烧棒。突然门前出现一个黑影，从河马女神口中得知他们已经死亡，来到了冥界。可马克认为这只是幻觉，为了验证他打开了门，结果却让他不得不信，他们居然在一艘船上。他问女神要去哪里，女神说要带他们去一个叫芦苇园的极乐世界。可是在此之前，他们要进行一场审判。女神将手伸进他们的体内，掏出了他们的心脏，将心脏和羽毛放在一起。如果在旅途结束时天平平衡，灵魂就可以进入芦苇园；不平衡就会被扔下船，永远冻在沙子里。可天平一直晃动不停。女神拿起2颗心脏，看出了问题，她给出了2人平衡天平的方法。This boat contains all of a life's memories. Now I don't know what you two guys have been hiding, but my advice: get in there and show each other the truth. Balance your scales before we arrive at the field of reeds, or your souls will be destroyed. 走到门前，真的看到了之前的记忆。可突然，史蒂文推门进入了房间，发现了咖啡厅里坐满了死人。然而这些人全是马克替孔苏制裁的坏人。马克将这些告诉斯蒂文后，天平静慢了下来。突然，史蒂文看到了一个小男孩，马克警告不要靠近他。可史蒂文跟着男孩进入了记忆空间，他锁上门不让马克进入。史蒂文在记忆里看到了妈妈。Mark, be nice to your little brother. 马克想要带着弟弟去玩耍，史蒂文在后面一直跟着他们。这时马克带着弟弟进入了洞穴，可是雨水很快将洞穴淹没。幸运的是马克没事，可妈妈认为马克没保护好弟弟。This is all your fault. This is all your fault. 史蒂文跟着来到门口，刚开门却被马克拉走。他们切换了场景，看得出马克想隐藏房间里的秘密。扭打间，他们进入沙漠场景，而这里正是马克成为月光骑士的地方。Rise and live again as my fist of vengeance. 关于月光骑士的前世今生开始揭晓。当年雇佣兵马克和长官突袭一座埃及陵墓，为了保密，长官杀光了所有目击者，包括了劳拉的父亲。而马克濒死之际来到月神孔苏雕像面前，就在他要吞弹自尽之时，月神孔苏开口说话，收他做了代理人，条件是帮助孔苏完成复仇。马克为了活下去，接受了祝福，成为了月光骑士。突然，史蒂文察觉到了不对，
他们回到了冥界。此时太多的灵魂被过早的审判进入冥界，明显这是哈罗所为。可是要阻止哈罗，必须回到人间。河马女神同意他们返回人间，救出孔苏的请求，接着就掉头向欧里西斯之门行驶，而两人必须返回记忆，尽快让天平平衡下来。很快，他们一同来到童年马克的房间。在这，史蒂文得知了真相。随着弟弟死后，妈妈会经常拿着小皮鞭找马克发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史蒂文的人格就会出现。而史蒂文的名字源于电影《古墓奇兵》的角色。史蒂文人格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了逃避马克难过的情绪。此时，史蒂文也终于得知了一切。突然，他们走出记忆，已经来到了通往人间的门。可是天平还未平衡，他将被亡灵带走。很快，亡灵们爬到船上，马克双拳难敌四手，马克就要被拖下船。危机时刻，史蒂文挺身而出救下马克，然而自己也掉下沙漠被石化。最终天平平衡，马克孤身一人进入了大门。马克中弹后，哈罗在他身上拿到阿米特的提偶，他的拐杖也进化成了鳄鱼头。他们刻不容缓要去赶往封印阿米特的众神庙，可在路上他们遇到埃及部队的搜查。哈罗不慌不忙打开车门。随后哈罗拐杖移动，就开始了审判。全场只有眼前的士兵活了下来。接着信徒们开始清理现场，而莱拉早已成功混进队伍之中。他掏出小刀想要偷袭哈罗，却被叫住。原来是河马女神在向他传话，告诉莱拉马克需要孔苏的力量，想要阻止哈罗就先要到众神殿复活月神孔苏，还向莱拉提出申请。莱拉却说要靠自己。很快他们来到目的地，只见哈罗拐杖移动，众神殿的大门很快被打开。Won't believe the gods are hidden from mankind. 哈罗来到众神面前，结果众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全部倒下。莱拉趁机找到了孔苏的提偶，而哈罗也释放了阿米特。鳄鱼头阿米特现身，接着哈罗也顺势成为了阿米特的化身。而莱拉找到被封印的孔苏，一脚踩碎他的提偶后，月神孔苏现身。孔苏感应不到马克的气息，知道马克已死，他想让莱拉成为新的化身。莱拉却不信任孔苏，提出可以合作，但绝不会被他奴役。被拒绝后，孔苏瞬间消失，来到了阿米特的面前。Indeed, I cannot allow you to proceed. 哈罗马上吩咐手下找出莱拉，而月神和阿米特打了起来。失去化身的孔苏根本不是阿米特的对手，很快被他打倒。画面一转，马克在芦苇园获得了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平静，可他却无法接受失去了史蒂文，他想要离开这里。一转身，芦苇园变成了沙漠。马克发现了石化的史蒂文，并开始向史蒂文表白：史蒂文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慢慢的，马克也开始了石化。突然，欧里西斯之门打开，手中的心脏变为金色。大门之下，史蒂文和马克恢复正常，手中的心也消失不见，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融合。他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，可身后突然出现沙暴，就要将他们淹没。危机时刻，河马女神开船挡在他们身后。很快，他们成功进入大门，回到人间。孔苏瞬间感应到马克，躲过了阿米特的攻击。随着子弹被弹出，月光骑士满血复活。马克找到孔苏，孔苏请求马克帮助他解决阿米特，可摇身一变换成了史蒂文，开始和孔苏谈条件。原来两人已经完全融合，可以随时变化。孔苏也答应完成这件事后就还他们自由。随后夜幕降临。月光骑士出动，而莱拉从欧里西斯口中得知了囚禁阿米特的方法。为了阻止阿米特，他答应成为了河马女神的化身。此时哈罗来到金字塔顶端，向信徒们发送信号，收到指令，信徒们开始审判人类。瞬间，许多灵魂飞往阿米特。就在这时，月光骑士赶来阻止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哈罗与月光骑士的对决开始，孔苏躲过阿米特的攻击后反手将他打飞，接着把他控制在金字塔下，而马克和哈罗在空中缠斗，两人加速坠下地面。
这边阿米特用尾巴放倒了孔苏，他想劝说孔苏加入他，可孔苏哪里会被他迷倒？回到马克这，马克刚想爬起身，却被哈罗打趴下。哈罗准备再次攻击，突然莱拉出现踹飞了他，而莱拉很快展示了他的能力，反弹了哈罗的攻击。马克激动地抱住了莱拉，而史蒂文也出来赞美莱拉的衣服。很快，哈罗带着小弟朝他们走来。史蒂文说自己已经迫不及待要向莱拉展示他们新技能。随后，他们开始了表演。史蒂文拿出2个小棍子，解决完小弟们后，还躲过了哈罗的攻击。接着，他朝哈罗扔出棍子，棍子反弹回来时换成了马克。两人很快接近了哈罗，却被他的魔力弹开。可由于双拳难敌4手，哈罗突然向路人发出能量波，莱拉不得已前去将人救下，马克则被狠狠甩出。接着哈罗发出能量炮攻击马克，趁着哈罗冲猛，马克捡起月刃想攻击，却被击败。而孔苏也被哈米特抢夺武器打倒在地，哈罗一拐杖想给马克致命一击，危机时刻突然卡住了。醒来时，哈罗已经被击败。That was in your hood, Not a chance, mate. 来不及他们多想，他们把哈罗带到了众神殿，囚禁阿米特的仪式开始。阿米特即将被封印。孔苏出现要求马克把哈罗杀掉，可马克已经成功阻止阿米特完成了使命，不会再听从孔苏的指令。 You want them dead? Yourself. Now release us. 孔苏无奈同意，瞬间消失不见。而马克在床上清醒，刚起身却被绊倒，全片结束。彩蛋开始，精神病院的哈罗被带到车上，而他对面坐着的正是孔苏。哈罗得意地说：“孔苏伤害不了他。”可孔苏给他介绍了新朋友。 Meet my friend, Jake Lockley. Hoy te toca perder. Bueno.